还没人上来啊？哎，好啊，开始10杯。哎呀，阿曼，可能真的都没有推播还是什么，很少说，我已经开机2分钟了，才41个人上来。哦，推播出来了，推播来了。余球说：“廖董，你说你好，今天赖说没读了哈，这个我会去论述一下啦，哈。厉害不？赖说没读了，然后川普是开心还是不开心？你们去想一想这个事嘛。这是我们台美党的论述。我跟你觉得所有不合理的东西哈，你回归到我们台美党的论述，你都会发现，哎呦，好像有脉络可循了。我就问你啦，台湾关系法首先第1条就讲，他们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不承认中华民国了，所以他对吧？中华民国跟中华民国断交嘛，从此他不承认有这个国家嘛。但是他台湾关系法就是要美国的国内法他是要来保护台湾这些人民的。我不承认你中华民国，但是你这人我要保护你哦，我视同你把这台湾人视同我的国民哦。这个道理在这里呀。所以为什么赖清德说我们没有独立啊？我们台湾中华民国就是已经独立国家，这一点川普当然不爽啊！我什么时候让你独立了？我都已经不承认你中华民国，你中华民国还独立啊？是不是？这个是美国真正的意思。所以美国这句话的重点很简单，我不承认你的治理当局，所以是吧？台湾关系法第15条讲嘛，他承认我们在台湾内部产生的一些政治势力都可以称之为政府嘛。第15条你去看一下台湾关系法第15条第2款，意思就是说什么叫政府？台湾政府什么意思？就是在台湾内部形成的一股的政治势力，他们只要达到一个程度，他们都承认你的价值、你的存在。也就是说，他不承认中华民国了嘛，他也不承认中华民国政府嘛，是吧？所以为什么川普明明很保护台湾了，那去中国讲的那些话，就台湾人好受伤哦，全世界都好受伤。我说你神经病啊！我说你受什么伤？这些话跟我讲的是不是一模一样？美国从来就没有承认你中华民国存在啦，不知道从来没有，是什么？他们跟中国建交之后就不存在了嘛，说不存在就是他认为台湾这块是我的托管地，所以我托管给你中华民国的，你中华民国没有台湾的主权，懂吗？所以说你是个什么外来政权，你是一个什么流亡政权而已嘛，你是个托管政权嘛，所以你不是独立，你还在我美国的托管掌握之中。所以为什么这么多年来台湾要搞独立搞不成？看出来吧？美国不让你独立，我已经讲很清楚了。美国讲2758就是告诉你台湾你不属于中国哦。那一天我在节目就开始讲了，美国人突然讲这些话一定有道理。果然后面没多久就蹦出一个台湾地位未定论。赖清德，你好像没有看懂美国要干什么啊？那我现在不骂你了，不好意思，我就怕你，我现在怕你了。我靠，昨天到今天我退了200个订阅户啊，一天退了快200个订阅户。当然我是很珍惜订阅户的，我什么都不在乎，但我很珍惜订阅户，没关系的啊。不过我在这段先等他讲，我先跟赖清德道个歉。为什么你知道？为什么跟他道歉呢？我先打我那些人好像不是他派来的，打本来那些人是曹。当赖清德不是柯文哲被判刑之后，曹大量的叛变，
叛变在哪里？叛变到绿营。绿营的话，他必须要什么投名状？我是曹啊，都突然什么？我是曹，突然跑到绿营，谁信我？他就说，他们就判断，因为那个什么诸葛风云先打我，他们就认定，哎，这个应该是民进党不喜欢的，他们说大量来打我，为什么？因为这些人的逻辑都是所有台湾人最错乱的逻辑。我跟你讲，我很相信台湾人是有逻辑的，但这一群人完全没有逻辑。到今天还在打我说什么？我骂他是鸡，我明明说，我就说你是斗鸡，我说斗鸡不是鸡，斗鸡就是形容你很好斗。哎呀，这个他今天讲了100次，他还是要讲这一块。他说你去骂什么脱北者，你就是红色的，你就是什么亲共的。明明就是他骂了我好几天，我才出来，我再把这个事情讲一遍了啊！我从来没有在网上跟他们对干过，只有昨天还是前天，因为我的一个党员在翠被他们打的什么，基本差点忧郁症，所以而且我那个党员是个出家众，他是个出家人，但是他是个超级热爱台湾的人，他觉得这些人这样污蔑我们，他很生气，他去跟他们理论嘛。然后他一个出家人，他不会吵架，所以他被人家骂到抑郁。他把我所有群，我有6、7个群哦，全部退掉，跟我讲说他不玩了，他要再赶快再回去修行了。我心中很不舍，我就再把他拉回来，我就把他请回来。我说这种东西哦，面对敌人，我们没有理由示弱，但是我们也不要什么，我们不要对自己要求太高。是这样的情况下说，我才去帮他讨回来，要帮他讨回来。没有想到这一群人不讲道理。我说我辩论没有输过，但是我吵架我真的会吵输，因为他们同样一件事会反反复复，而且好多人反反复复一件事一直反复哦。那这些东西我都解释过，我发现解释无效，完全没有逻辑。你看他们到今天骂我了，还是一开始骂我的那些东西，而那些东西我已经解释过 N 多遍了，所以我今天不说下令了，我今天跟我所有党员说，从此不再转他们骂我们翠上骂我们东西转到我们群里，不要再转了，因为我们视若无睹。但是我们在翠里面发的东西还是照发，只不过他们是按赞还是骂都不再理他。因为我说过，我就给我们的党员看一下，我看后台骂我的人跟点赞的数量是不成比例的，绝大多数是点赞的，但点赞的人是不说话，台湾人是沉默的大众。点赞的跟骂我大概有4比1吧，4个点赞才有1个骂我的，而且那个骂我的都是重复的哦，都从一个账号一直骂。所以如果以人数来讲，其实极少数了，不会超过10个人在骂我，可是他们形成一个很大的能量，因为一直发，1个小时发一个，1个小时发一个嘛，所以呢，事情就这样。所以我今天开始我才发现应该是吵。因为那个带头就是吵嘛，脱北者嘛。我说你2个月前还在阿北清清白白，现在突然变成哇，你这护着民进党，你们做阿北清清白白的时候把民进党骂成什么？今天突然赖清德不能做赖清德我用赖清德的像来做一个什么梗图，而且是正面的梗图哦，不是梗图就是宣传图，就是说我们524，他都能骂我，是吧？盗取赖清德的肖像权，我就问你啊，台湾人正常人会觉得总统有肖像权吗？脱北草，我跟你讲，就是这一群人。所以我今天终于发现问题了，因为我总觉得没道理啊，我花钱办这么大的活动，那个真的很贵，我先跟各位讲，真的花了很多钱。然后有一个人叫做霸总的，私下跟我聊天。然后我觉得既然他本来说要坚决挺我们嘛，要参加524不参加523嘛，他一开始是说他坚决挺我们，然后他跟我私聊，我就比较轻松的聊嘛，他居然把我们聊天的记录放到那个脆上，然后又来公审我，我说哇靠，我一查原来他也是吵，他曾经也是吵，这一群人哦，真的我跟你讲很好笑。我本来还蛮郁闷的，你知道吗？那今天我终于把事情弄清楚，我就觉得很轻松了，没有关系。这些人成不了气候，不影响我们524，不影响我，也不影响我们挺523，
不影响524停523，一切照计划进行。而这群人只是生活当中的一个小小插曲，这些小插曲呢，它会随风嘛飘逝，因为那一群人，只在理性休息哦，他们可以24小时。对啊，科的以前治科的，我知道啊，所以我才知道说，哎呦，有吵他们要转正哦，脱北转绿需要什么？需要投名状吗？我就是被他们拿来记起的投名状而已，哪有什么奇怪的？看透了就好，看透了就好。但是我当然那种朋友我已经不再交了啊。只有吵会背刺你，他会装犟，假装跟你好朋友，然后跟你劝哦，哎呦，你好那个什么，不要跟闽南人，因为闽南人哦是护国党，所以你不要跟护国党合作，你不合作啊，你如果合作我就不来哦。那我说，那你不来就不来嘛。我跟护国党合作是一开始就定了，我们是台派跟自然军的合作。至于护国党里面有一个闽南人，那是他护国党的事，跟我有什么关系？你要跟我合作的，那我要你的身家8代给你查清楚啊。况且讲一句话啦，闽南人现在是真的反共，他现在是真的反，因为我真的在中共受过铁拳的，怎么会不反共呢？他反共是真的。至于他跟八炯的问题，你拿这个来攻击他，我就觉得我们第三者是没有权利去评价这些东西的。他跟八炯之间的问题，让他们自己去处理，好不好？可不可以这样合理嘛？其实我知道的东西很多，我不想说啦，我知道的东西多了比你们多100倍，我是不想去说这些事。我只是把它讲说啊，既然闽南人跟八炯有冲突，那他们自己私人的事情，我们第三者，你凭什么说闽南人这样讲八炯就不对呢？你有没有人去查说他讲的事实的话有没有是不是真的假的呢？你们去查呀。台湾人不能这么盲目哦。当然所以说拿这个来为难我，从头到尾都是没有逻辑的，都是牵强的。所以今天我已经跟所有党员讲，不再回应任何东西。但是我们还是照发，我们有东西要发过去还是发。我发现现在点赞的越来越多，点赞的我刚刚发了，他点赞已经有几十个了哈。我以前发那个被他们打趴了，你知道吗？然后没什么点赞。今天我才1个小时前发的东西，我刚刚去看一下，好像有什么20几个人点赞了。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讲已经算是一个很，我在脆上一直没有声量，我所有的平台都在做，但是我脆上最没有声量，因为脆上我是发短影片，年轻人不看，年轻人不要说看我们直播啦，他连短影片都不看，他们就喜欢看几个字这样简单的哦。这是年轻人的堕落，不是我笑你们哈，你们真的堕落到连看一篇文章的能力都没有，连看一个短影片的能力都没有，因为你们已经一般人已经什么，那个已经什么，这应该什么偏执到一个程度了。他基本上我觉得，当然这个是少数了哈。所以说一个人如果没有阅读完一本书的本事，不要说一篇文章啊。没有办法好好的把一本书看完，这些人是不会有出息的，你是没有办法学习新的东西的。像我这么老了，我还在学新东西啊！我每天讲东西啊，我每天讲1个多小时的节目，你觉得我是把天上掉下来的是吧？我是大量在阅读东西啊，我大量的阅读啊，所以我也喜欢做这个节目，就说让我自己变得怎样？我现在可以跟你讲 AI 哦，现在 AI 它发展到什么程度？我也什么量子力学发展到什么程度？我对量子力学突然有一个很深刻的感觉啦。我说读着，突然就是天外来一笔哦，我不敢说我懂了什么叫量子力学，我知道原来是他是在想什么，是怎么回事。就是因为我在做节目嘛，所以我一定要去多方涉猎，去读一些东西嘛。这是所以我说我最喜欢干的事情就是就是做节目啊。还有我为什么一直讲说，如果有能力强的人来，我愿意把这个党主席让给他。我这句话是讲真的，我说给谁听你知道吗？说给美国的台美党人里面有好几位是全世界认同的科学家，台湾人哦，非常爱台湾的，非常台独，坚定台独的，至少有5、6位。我是觉得这些人当中，只要有1位回来，我廖金漳马上拱手把党主席让给他。当然，首先要考核，你如果加入我们党，你在我们党里面，再跟我们一起玩，跟我们一起做的一段时间说，哎呀，这个人真的是哈，
大家认同了，我随时可以把什么党主席让给你，我回来做我的自媒体多开心啊！我每天这样多开心啊！我干嘛跟他？因为我这一辈子不会看被红妹，你知道吗？我不会看被红，我受不了被人家骂，你懂吗？我当了一辈子的老板，我说一个最难听的话吧，只有我骂人了，我没有被人家骂过，所以突然做这个节目被人家骂成这样，我真的有点受不了了，有点受不了。但是我们还是会坚持下去的，坚持下去。我该做的事情，我会很开心的把它做好。我该做的事情，我会做得非常开心，而且把它该完成的就完成。所以我说524坚决的把它走到完啊。然后524成不成功由台湾人决定，已经不再我心里已经没有压力了，我心里已经不再有压力，因为我真的很担心那天没人来。但是我想说你都花了钱了，还要花那么多精神吗？你还要承担那么大的精神压力吗？是不是？所以说我们决定尽人事听天命。至于那些什么那些吵啊，那些攻击我吵，然后我当投名状当记起了，那个我就不再回应了。任何人也不要再把这些他们东西传发给我了因为我觉得真的没有意义了。帮别人搞那些东西有什么意义？人家是投名状，我们是老台派，我们是坚定的台派。你跟这些人讲，那他们来骂我是假台派啊！最好笑的是他们刚从草转过来了，骂我这个老台派叫假台派，他们是真台派，你是真草，不是真台派。然后我说他们吵，他们还很生气哦。我说你当了几年草，你都没感觉，今天我说你一下草，你说我犯了天条了。这个你看逻辑多么荒唐，所以我已经确定这是一批转正的投诚的草在那边投名状，因为我相信民进党的支持者没有那么没有逻辑的。那台湾人啦，没逻辑就是让讲的不讲道理，在台湾是寸步难行。我跟各位讲，在台湾你不讲道理是寸步难行。那些草以为说我声量比你大，我天天骂你，然后什么，我就骂到你什么，你就输了。哎呀，不是输了，是我真的觉得，我要不是为那个自己兄弟报仇，我这才懒得去理你这些人呢，是吧？但是我跟各位讲了，我这个人有一个不知道是好处还是缺点啦，我是个很护短的人。你是我党员，我到哪里我都护着你啊，然后你被他欺负了，我就帮你干回来。我是个很护短的人。但是我护短前提是我还是个讲道理。如果是我们的人没讲道理亏的话，我也不会去帮他啦。但是你如果是你什么你站你的话，被欺负了，我一定会帮你出头的。结果还够醒啊！我说我是个护短的人，好吧？既然一个党成立了，这个党是四面八方的来，让人互相疼惜。要相互的疼惜，因为真的很不容易。而且在这个时候，我们成立台美党，我认为时间上是最好的时候。而什么？你们觉得赖清德跟川普之间的关系，其实你如果一直有在看我节目，其实你根本就不会觉得奇怪嘛。你从来不会觉得奇怪啊，是不是？这有什么奇怪呢？美国本来就不让你独立啊，阿扁时代就不让你独立啊，是不是？现在你想想看啊，阿扁时代美国是要是吧？联中制俄，那个时候他根本就不管台湾了，不管台湾，如果台湾独立跟他有什么关系？他也不让你独立啊。现在美国是全力的保护台湾，但是川普嘴上还是要刁你两下嘛。其实你一定要去研究清楚，如果真的台美关系像川普口中讲的这样，我跟你讲，台湾今天股票就大跌了，今天股票就跌死赢。我跟你讲，川普说习近平一直在追问川普嘛，到底我打台湾你会不会出兵嘛？为什么他真的要打嘛？他真的想打嘛？为什么我们花了这么大力气要来挺军购？因为我看出来习近平是真的想打，只不过他暂时没有军方愿意帮他打。现在没有将军愿意帮他打，因为他将军全部被他杀光了，所以这个白痴就是这样他为了自己的安全把所有人杀光，然后真的要什么要出去打仗，没有人，
所以短时间他也打不了。可是他如果不打，他不可能连任第4届。第3届我已经讲了，第3届的时候，他跟什么？跟红二代保证你再给我做1届，我把这个什么台湾收回来。我不是讲那时候我在东莞嘛，那个时候我在东莞，第二届的时候，我在东莞，一个北京的朋友千里迢迢透过我的朋友再透过几个朋友找到我，他说你在东莞等我，我要去找你。我说前面代志讲了，什么事讲这么高，说有很多重要事我要当面跟你讲。他说习近平跟红二代承诺一定要打台湾，如果台湾打不下来，他第3任就不做。我说我早就知道了啊。他说你怎么会知道？我说这个事我们早就知道了，好不好？因为他不是我民主群的人，你知道？他说我民主群我早就传开了，这个论述我早在民主群里面就传开了，你知道吗？所以真的有，我跟我中国真正有爱台湾的人，我真跟各位讲，中国人很糟糕，没有错，那是因为有很多没有素质的人，高阶素质的人，他们当然高阶素质高阶的人也有素质不好的，但是中国真的有高阶的人啊，我认识的超级多，好不好？好，所以就是这样了哈。所以我们台妹，我们这次524有谁？林鸿斌啊，林鸿斌是反共的代表。我说我们的团队只要反共都是我的朋友啊，甚至如果闽南郎要来的话，我现在觉得我也不反对了啊，因为他反共的嘛，他是反共，他都已经被中共铁拳打成这样，他还会不反共吗？啊，至于我跟你讲还是这样，他跟八炯那个事情哦，我跟各位讲，我们都没有任何智慧的余地了，我都不好意思说，你们怎么好意思说？因为你们根本不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嘛。闽南是我中午罢团的人，而且他跟富国党关系又那么好，所以他的事情我是一清二楚，我一直保留不说，你知道吗？我这个人还是有点口德的哦，我为了保护某个人，我一直不说了。所以我跟各位讲了，如果这件事情你再拿出来提的话，最后如果摊在阳光之下，我跟你讲，受伤的绝对不是我们。我现在就在跟你预告，如果你们逼的要把这件事情摊到阳光下，我可以告诉你，这个是受伤的绝对不是我，好，也不是我们，好不好？哦 ，OK， 好，再讲川普这个事情，川普为什么公开讲我不支持台湾独立？然后赖清德说：“哎呦，我们台湾没有要独立啊，我们现在已经是中华民国独立的国家。”这件事情四平八稳的论述啊，赖清德以为这样讲就没事了。赖清德以为他这样讲就符合美国，完全不符合，因为美国已经早就放弃中华民国，他早就放弃中华民国，所以美国要什么？要你总统，甚至不要说最好是总统了哈，愿意跟美国谈入美，哪怕成为美国海外属地，台湾主权地位未定论，这个事情多么重大，一个我们的宗主国告诉你，你的主权未定，然后台湾人还在装死，他会不会不高兴？川普讲说你主权未定，就表示说你现在的中华民国是托管的哦，是不合法的哦。如果合法，为什么叫主权未定？我就问各位啊，主权未定这一件事跟中华民国是不是一个冲突的事情？有没有冲突？合理吧？我今天不骂你赖清德，我就怕你哦，说你几天也不是骂，督促你几天，我的订阅户少了5000的啦，加死人5000嘞，5000就多哦。但是我有点心疼啊，所以我现在不跟你吵了哦。然后就各位去想一想，你美国我宗主国说你地位未定论哦，那你跟我讲没有，我是独立国家，我是中华民国啊，那你当然是违反你的宗主国的意愿嘛。违反宗主国的意愿的时候，川普当然反应就不高兴嘛。所以赖清德那件事情，他认为四平八稳的表示，我中华民国本来就是什么独立国家，这件事情川普是不高兴的，是不高兴的。其实这件事情，如果我们台湾现在的执政党如果跟川普有比较好的密切的沟通了，川普也不会讲说你那个人是谁啊？那个在台湾运作的那个人 ，the person 就是那个人 ，the person let's running Taiwan。我就问这句话，
川普曾经叫拜登是称蔡英文为台湾总统的，拜登可是称蔡英文为台湾总统的，为什么你是那个人？自己去检讨一下，好不好？而且有时候你如果私下有一些好的沟通管道，其实我认为不至于他要在国际场合给你羞辱了。这个就是我不是一讲吗？民进党到目前为止没有跟共和党没有跟川普有任何沟通的管道，这件事情很多人说不可能，那你说你现在知道可不可能了吧？现在知道可能，我没有说谎，我说的是每一件事它都会慢慢显现出来，所以我敦请赖清德，不要说骂他吧，敦请赖清德，你应该尽快跟川普建立沟通管道。如果你没有跟川普建立沟通管道，对你对谁对台湾都是危险的，没有一个总统。没有一个像我们这种风雨飘摇当中国家总统去对我们的宗主国这般的无视啊！不要说不要是什么，好像我差到今天连核电都没有哈。赖清德当选总统，当然那个时候川普还没有上任了。川普当选总统，赖清德没有核电给人家没有啊？你敢不知？你们都不知道这件事吗？是吧？所以在国际上给你难堪也是刚好而已。如果今天是我，你说如果是你会怎么做？如果是我一定会派特使去跟川普讲，我一切以美国的利益为利益。所以本党现在在要求什么？要求美国到台湾来驻军。你不是要从德国撤出5000人吗？从韩国撤出多少人？你把这个台湾只要也撤3万人来就好，3万个军队到台湾，没有钱有台湾付都没有关系。台湾养得起，台湾就安全了，对，那你说对啊？那你说川普讲那些东西，为什么我们股市没跌？其实绝大部分人是懂这些道理的。我们讲的话，这种哎呦，你讲啊，这最高传播，好像大家都不知道。错，如果台湾人不知道我讲的这个道理，股市早就跌疯了，好不好？川普讲，哎呦，我有没有出兵？我不讲。拜登连续讲4次他会出兵哦。川普说我就是不讲啊，我就是不说啊。你习近平怎么问我就不说啊？如果台湾人不了解这个状况，这股市他妈4万多点，跌到2万点都有可能，是不是？就是这么简单的道理。也就是说，台湾其实大部分人还是知道个中的奥秘的，只是很多人故意那乌龙蛇斗，故意这么断章取义啦，突然跟你搅和稀泥呢，就这些人。但是真正的看懂台湾人，所以说给你亿万富翁给72%嘛，都是股票来的嘛。很多人股票台积电股票买个10张，不用买300个，5张6张他就亿万富翁了呢。你知道吗？是吧？买个几张他就做那个了嘛，是吧？是不是这样讲？这个就是什么？这就是台湾的实质的能力，而台湾人其实也有这个眼光的，所以这些东西我们要求美国来台湾驻军，那我们也会问蒋万安啊，你支不支持啊？如果美国来驻军啊，把部队驻在台北港啊，驻在淡水河两岸啊，因为淡水他说要斩首总统嘛那我问你卢小小啊，你支不支持美国到台湾驻军啊？我们台中港要不要有美军防守啊？是吧？是不是？这边是不是中共侵犯台湾最可能的地方？是不是？就这些重要。问傅昆萁啊，你的后山你要不要支持美军来驻军啊？你后山也要有人防守啊！最后我们再来问谁？问陈其迈啊，你有支持无啊？陈其迈你是不是选总统的人我内心预定，我真的认定下一任总统应该是陈其迈了。到目前为止，他的工作能力让所有人的认同，只要是台派都认同。我觉得以他做事不会像今天这样去用糟蹋之前的，
真的我们被川普糟蹋的很厉害，你知道吗？在糟蹋川普中，对啊，就是安尼啊，所以说你也不能怪他呀，是不是？你也不能怪川普啊，因为他觉得说我是世界老大，你台湾是我保护的，没有我美国保护你，台湾今天还能活在现在吗？可是你居然跟我一点交情都没有，一点关系都没有，人家真的会他妈的不爽，好不好 ？OK， 所以我相信以陈其迈的老练啊，他如果当总统，应该不会发生这种事了。我干嘛以不是教工的啦，好不好？来150块，懂了，谢谢。一定要远离华人，偶像崇拜很严重，心思狭隘，有攻击性。来，是个很好，是个男生的，是个小男生了。他父母都中科院的，我跟你讲，引导喜乐，他们家是很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啊。他也是一天不给我打一通电话，他会难受，你知道？还有画家，这刚不给他卡3通电话，他们会死去了，他们都会当场暴毙，说啊，我不卡电话了，我会闷死我了。所以各位，你觉得我很凶，对不对？我是对坏人很凶。你看我私下跟朋友的来往。为什么那个画家一天不给我打3通电话，他会死掉？你觉得如果我的人那么真的是你以为讲那么坏，我会有这么多朋友吗？我跟你讲，我现在一天不要接几通电话，都是网友，大部分都来跟我讲说，麦克骂清对啊啦，我怎样那种就听就清对啊，所以我已经跟他承诺了，我不骂，我再也不骂了，我再也不骂。其实我也没骂够了，我只是督促他而已啦。但是有些东西点到为止了。公胸杯就这样动不掉，讲太白，真的很多人受不了。既然大家都是嘛，大家都是同道中人了，也不需要伤害你的感情了。那怎样就这样感情给我伤害掉？但是那不是我的错。你们来什么要求我的时候，你们也应该同时去要求赖清德。我只是在呼喊这件事情，我们共同来要求赖清德，他一定。更有什么？更有决心把台湾治理好。台湾就差这块呢。台湾现在100年腾飞就差这块呢。如果一个雄才大略的带领台湾现在已经在天上飞了。我跟你讲，新加坡啦、香港那早就被我们取代了。我的人生啊，如果有一天啊，如果人家说如果有一天你当了，你要怎么做？我就跟你讲，我第一个把新加坡干掉。我说用金融把他们干掉了，不是出兵把他干掉了。香港那些已经不行了整个亚洲的金融中心会在台湾了。跟你讲，你光 AI 芯片了 ，AI 伺服器了，每年的物流金流有多大？你改一个算我嘛呀，给他吸人哦。黄仁勋每年他就要买1兆美元，四大伺服器商说明年要买23兆台币，23兆台币大概7、8千亿美金嘛。光 AI 电子业明年超过2兆美元的销售率，你知道这2兆美元的金流足够你成为世界的金融中心啊！跟你讲，各位就是按人来，就这么简单。所以我说赖清德，你只要很简单说，我不带领大家100年腾飞，我的办法都交给你了。我不是只有骂他，各位，我有把办法交给他。我讲哪句话错了嘛？你可以骂我嘛。你们都觉得我在骂赖清德，但是你们没有人说过我讲了我主张这些东西哪一件是错嘛？你能讲不清楚嘛？对了，我没跟你赌差了，就是说真的路是可以走的。我讲的，如果我们执政，我们做了什么年轻人的政策，我真的给你主屋啊。年轻人单身我不给你啊，单身你没有资格做我们盖的主屋啊。你一结婚那天我就分配主屋给你，然后。租金一定是很便宜的，大概不会超过2万块，1万块，1万5，好不好？生一个孩子减5000，生3个孩子一辈子住不要钱，就是这么简单的。我们敢做，我跟你讲，我们敢做啊！有太多真的有那些人呢，我跟你讲，我们只要把什么中配这么什么中配从中国带来疫情那些人挡住了不要让我们的健保继续恶化。你不觉得我们现在健保恶化到什么程度？你们发现没有？现在你说要去开刀，医生一定跟你讲一件事，有一个智慧的项目，比如说我上次之前说要去动一个怎么刀，动一个射物线的，他说
哎呀，你这个不行哦，你这个不能用公费啊，不能用健保，因为你有在吃那个抗凝血剂。抗凝血剂的话，如果我给你做手术完，你血流不止会死掉啊。你如果自费的有一种比较好的什么，我不知道，要花20万。大中龙总甲讲呀，我讲安尼我吃药啊对，因为吃药之后那个什么那个射物线，它至少吃下去的时候，那个尿会尿得很顺畅，跟手术是一样的。只不过你每天要吃药。我说我要记得，因为我每天都在吃心脏病的药嘛，多吃这种无法。以前没有这种事，我跟你讲，以前我动这个心脏手术的时候，从来没有人跟你讲说，哎呀，你要不要用什么方法，用什么药的话，那个什么。那个自费的东西，那个效果更好，没有，以前没有。现在每一件事情哦，我可以跟你讲啊，现在只要是你动到刀，医生一定跟你讲这个事，一定跟你讲有一个更好的健保不给付的，但是因为听说这样的话，推销这个医生也有提成了，一毛佣金，你听到不？也就是什么，台湾健保已经搞到要这样干了，表示台湾健保确实有缺口了哈。是政府大量编预算在补贴，所以台湾健保它不是保险，它是福利。台湾的福利前提是你是台湾人，从小在台湾长大，在台湾缴税那样的，你来享受福利是 OK 的。你凭什么中配把那个父母们80岁、90岁那个正要花钱、正要看病人接到台湾来，然后享受我们健保？这种不合理的东西啊！对啦，大家讲不合理啊，我马哥讲，我也跟朋友讲说，啊，你要怪谁？这种不合理的东西谁做的？马英九搞的嘛。可是你民进党执政10年嘞，蔡英文8年，赖清德2年，你有没有去改回来？对吧？你哪有改回来哦？你如果有改回来，我今天廖金漳就不会再骂你了。我跟你讲，你今天什么跟着亲共舔共这一群人在那边耗，让我觉得，哎，你是在冲啥啊？我说我曾经怀疑你们这些人是中共的人嘛。因为很多人也跟我一起怀疑啊，而且因为为什么会这样？哎，完全没有要准备要把国民党消灭掉。国民党这么脆弱啊，国民党要脆弱的很啊。现在国民党郑丽文之后，他脆弱的一塌糊涂啊。从那个时候开始，赖清德也没有出手过一件事嘛，清弟嘛没出手嘛，所以呢，我们不要说我们骂了哈，督促再督促。不要到时候督促不行的话，哪天我受不了要回来骂了，又大家就排看了，这就很难看了，好不好啊？因为我怕你，我怕你哦。其实台派能量是很大的，真的，他们不说话，但是他就把你搞到你不投降不行，你知道吗？他妈我的9万多，快9万的订阅户，现在搞到剩8800了，你看了吗？而且再这样下去啊，一天昨天到今天退了200人。好，我可能尬西点啊，我被你们教训到了，好不好 ？OK 了哈。讲正题。今天呢哈，沈伯洋出来选台北市长啊，虽然决定的很慢，但是我认为这个棋应该是目前为止最好的选择了。笑脸的对笑脸的，而且我可以跟你讲，以沈伯洋的工作能力，他们说你是你的黑熊学院是美国给你钱。我要是他，我就承认，对呀，我的黑熊学院是美国千里挑一把我挑出来执行这件事情的人，你有什么意见吗？因为美国是我的宗主国啊，所以美国都会挑到我，难道你台湾人不挑我吗？是不是？所以你看沈伯洋做事情，他的逻辑性，他什么事他都能，他任何一件事都侃侃而谈。蒋万安什么事都会看稿，所以你突然跟他问一个问题哦，他不会回答，他就闭嘴啊。台湾人他就说，哎呦，这个人比较沉稳，他不是沉稳，他不懂，他都不知道你在问啥，你在问什么我就不知道怎么回答，我就不懂啊，干脆装什么，装老练，装沉稳。错，你一个市长不可以给我搞这一套，你一个市长要展现你的能力，人家问你什么，你要刚好是你如果有能力的话，别人在提问你当做在考试嘛。我说好学生最喜欢考试嘛，因为不考试你怎么知道我好学生？不考试你怎么知道我考100分？所以有能力人都喜欢考嘛，都喜欢考试。但是蒋万安这种人，他就完全不敢考试，就人家的质询哦，其实他不会，他就不说了。大家就哎呦，这个人好稳重哦。其实是什么空抛弹嘛，这不是稳重好啊？拜托你们台湾人，你们
而且我跟你讲啦，我觉得台北的年轻世代也出来了啦。像我儿子他们现在是这不是住在台北吗？他们也把户籍搬上去了啊，就光我儿子跟我媳妇把给2票啊，对吧？这2票已经是铁打的绿营的，这放心，这200%是铁打的绿营。我囝比我较绿哈，因为清大嘛，当时清华他的老师当时是什么？我不知道是谁了，但是他跟我讲是什么？是蔡英文的什么？蔡英文的幕僚，所以说清华还是蛮绿的。我不知道现在清华怎样，当年的清华是很绿啊，好，当然清华是很绿啊。也就是说，台北的什么老年人口啊，台北那些从中国来的那一群人，其实慢慢在凋零。每隔4年，台湾就凋零到100-200万人，这些老人家。所以我是觉得了哈，这些人凋零完之后，年轻世代起来，天然土的本性是在。年轻人再不济就是变小草而已了。就是说啊，我确实工作能力不强，所以我顶多变小草。但是你说小草会支持蓝的吗？你小草虽然逻辑不清楚，他们小草是在寻找存在感，因为他们是社会比较底层的，但是没有受到尊重，所以他们在柯文哲那边好像得到尊重，可是那是假的。柯文哲尊重你有没有给过你们一点福利啊？就问小草啊。你们这些人支持柯文哲那么多年，他有没有给你1块钱的福利？没有，他甚至笑你们没有读大学的都是什么犯罪分子。其实早餐店想这些就是柯文哲，但是你们居然去认同他，所以很多人在柯文哲判刑之后，小草开始跑光了嘛，跑光了这一群小草，没有想到我是第一个受害者，因为这一群人跑到绿营来，他要投名状，居然拿我当我的人头当祭品，你知道吗？这不知道咯，你这讲不知道了。但是我还是觉得说哈，给你一条活路了，我就不再跟你打了哈。但是其实那些东西，他骂我的东西全部可以，我已经问了律师了，他们骂我这些都达到提告的标准了。我在这边跟你们讲，如果继续的话，因为我已经找人把你们的资料全部收集起来，你们骂我资料达到提告标准的，我都已经收集好了。如果你现在开始都不再骂我了哈，那我就算了，我就当作过去。我常常做这种事情啊，我的周围里那个事情，我说你不要再骂我，我就不告你了。真的，他没有再骂我，我就没告了。但如果你坚持要骂，那我跟你讲，我真的会告你，尤其是那个霸总，我一定会告你的，因为你把我们的私聊的东西放在群里，这个是有法律的。虽然这个刑法不重了。可能罚几万块钱，但是我爽啊，对不对？所以我跟这些人哦，脱北者，你们不要编排了我那么多罪行，到今天还在说我贪污，我他妈的1毛钱我都没拿，我1毛钱都没拿过，还说我贪污，这些东西我都留下证据了哈，留下证据，最后给各位大家一个和平相处的机会，不要再继续骂下去，这样子我就把它当算了。否则我虽然很凶，但是我会给你留一个余地。什么叫留余地？我会先警告你，如果你不听警告，你放心好了，我的律师说，我律师传后啊，没关系啊。他们如果继续骂我，我就可以名正言顺的告嘛。做人就是安尼嘛，咱去管人就是啊，我们也要站在道德的高点了，对吧？啊，你一个名人去告那小朋友，我就觉得对啊，但是我要给你警告啊，我给你警告好不好？好 ，OK 了。加一瓶60块，等下谢谢。个中华也也不知道西瓦的，他们真的很奇怪，他们怎么会在网上给人讲这些东西？他不知道这些东西是很严重吗？我跟你讲，动不动我随便叫你赔个10万5万的话，你就垮掉。那小草搞不好连5万10万都拿不出来了，还敢跟我玩是吧？好了，不说那些了，讲那不欢喜的代志不好了。你得靠人赚钱出国旅游。对了，我嘛知道安尼使啦，大家我是双鱼，双鱼是一个常会同情他敌人的一种柔软的星座。我每次很生气，当然我真的要出手的时候，想想啊，他好可怜啊，我这个是我的本质，我的个性是这样啊，我大概不敢摸落去心想啊，这就可怜，算了，放过他。我常做的事情啊，所以我周围的朋友都知道我这种个性。但是你如果还要再继续亲门打吼，那玩下去就不是花一点钱可以了事了。好，
再继续说了哈，蒋万安，而且蒋万安我说过，蒋万安我就问你了，他就以一个姓蒋这样的名义选到台北市长啊，他如果不是自己说自己是蒋家后代，你觉得你们会选给他吗？名不经传的人怎么可能选得上呢？就是因为你觉得他是蒋家嘛，所以他有2个问题啊。如果验 DNA 他真的是蒋家，那他什么违反什么？违反蒋经国的遗言，我们蒋家同时退出政坛。这个在我视之为什么？祖先的诅咒。很多人不了解这个东西的可怕。祖先的诅咒你去违反的话，常常会家破人亡。如果你台北市，所以你们台北市一直没有发展。你们台北市一直没有发展，就是因为你们从柯文哲郝龙斌其实还好一点点，柯文哲开始，蒋万安完全没有作为，甚至蒋万安是个被诅咒的。你找一个你们的地方官是被诅咒，那你们台北市一定会倒大霉。所以时间长，你发现你们台北市根本没有任何进步。反正啊，我最近我上台北去参加露营，因为都在东区嘛，现在露营那边都在东区那边嘛，甚至有在101旁边的那个大楼里面的嘛，有几个露营点在那边嘛。我想说，东区嘛没人啊，台北什么啦？这跟我在读大学的时候，台北不是这样啊。所以说你们台北现在的景气确实受影响，不用自己给自己什么安慰，你们要选对人。而且我可以跟你讲，以蒋万安受诅咒，他人格特质，他的人生只求不犯错，不犯错我要你干嘛啊？你只求不犯错，他不要作为，他只要不犯错就好。所以一有事他就连不会回答他就不回答，所以你就他不犯错，他连说错话都不会，因为他不回答，他怎么会有错话？沈伯洋是有能力的人，所以他侃侃而谈嘛。人侃侃而谈，难免犯一点小错。不过到目前为止他选台北市长，我认为他还没有犯错过。可是我可以看得出来，他讲的东西是有逻辑的，而且是逻辑很严谨，而且各种见识、各种见解啦，各种理解能力啦，各种常识，他都非常丰富。所以我认为你们台北人要改变你们这些年来什么堕落的趋势。台北是在堕落，你们真的自己没有看出来吗？台北是在堕落的趋势。如果继续有国民党继续有蒋万安，我可以跟你保证，你的下降趋势越来越严重。只有一个人可以帮你止住这个东西，帮你再找回台湾首都的活力跟风采，就是沈伯洋。一个年轻人能够干到今天这样你讲组织一个黑熊很简单嘛？现在我给你钱，你都不一定组织得起来啊。所以美国人找他也是因为知道他有能力嘛。所以这个也表示台湾是美国的美国都连民间都给你钱去搞民防了，这台湾还不是美国的台湾是谁的？这个破啊！你们这些人头壳坏掉是不是？所以台湾跟美国的关系其实已经，你看川普已经美国已经摊在阳光下了嘛。川普这一次不高兴的点就在我都已经告诉你台湾地位未定论，你还跟我讲台湾是吧？已经独立了。这句话实在是什么样？这句话是真的不上道，这个我真跟你讲，赖清德不是我今天不骂你但是我是跟你讲，这句话是真的不上道。你这句话只在讲给国人听，你根本没有注意到这句话犯了川普的大不会。真的，你相信我这句话？如果要跟美国，台湾不靠美国，难道真的靠中国吗？我们讲过了，如果公投选项了以前我们说公投台独应该不会成功了。台湾人很多人把台独当洪水猛兽，所以我说这些台独的兄弟你们那么多年都没有办法往前进一步嘛。所以不要再搞统独公投了，统独公投我跟你讲统也不会过，独也不会过，那都浪费时间。最后一定是维持现状了，维持现状。但是如果加入一个入美联邦，我就比较觉得是可行的，因为现在反对我入美联邦的人都是你想天津那有可能但是听我把论述讲完之后，他们觉得哎呦，这样讲又好像有可能
所以到目前为止，没有人反对加入美国联邦，只觉得哎呦不要做梦嘛，有那么好的事情吗？我说就有，而且搞不好还给你补偿，一个人给10万美金呢，我跟你讲是不是？看有没有人去谈而已啊，有没有人去谈？川普连委内瑞拉都要当51州啊，委内瑞拉是跟台湾比赛拿什么？他跟我们比什么？什么咸饼干逼给退是不是？是就这样的逻辑，台湾人还在，台湾人喜欢闪，躲闪，他不想看到的议题，他就躲起来。哎，我觉得你讲话讲错，我不想知道。其实很多东西美国已经摊在阳光下给你看了，连沈伯洋都是美国支持的，你觉得？那什么叫美国支持啊？支持美国支持沈伯洋就让你选台北市长啊。未来总统，你搞不好让陈其迈先做2届，做2届的时候，培养未来的总统接班人嘛，是不是？这些人都是什么？我看好了，我看好了绿营，我看好这几个人而已啊，其他我也没什么看，我也没什么兴趣了。你们都说什么副总统哈？但是我跟你讲，副总统不是不好，他那个左到他比蔡英文还要左也没有不好。台湾现在真的不需要左，台湾现在在左，你看到英国人多少出来示威游行，你们知道吗？你们知道英国现在多少人在示威游行？为什么？因为他们不是选了一个印度后裔吗？印度人当他们的那个总理吗？然后因为什么？因为他们接受太多难民，就是穆斯林嘛。穆斯林到一个地方，他们是要发展自己的文化的。穆斯林从来不会融入当地的文化，他们是成群结队，成立自己的社区、自己的文化、自己的清真寺，然后什么对外扩张。所以他们的人民发现说：“哇靠，你虽然是你的肤色比较黑，我都现在不是印度后裔吗？那上次我才多久才看到他？现在不是的吗？我已经很久没有看了哈。那么是什么后裔？要不然现在是谁？不是1-2年前才选的吗？没关系啦，反正英国的穆斯林已经基本要改变美国的英国整个的社会了。因为超过3成的移民啊，超过3成的移民，因为他们比我们严重嘛，他人口减少比我们严重嘛，所以他们引进外面的人，其实我就觉得你引进谁都可以啦，你就算引进黑人也可以，引进亚洲黄种人也可以，但是你引进穆斯林对他是一个大伤害。穆斯林真的不会融入地方文化，因为因的教条太严厉，你知道太严格，他们都认为什么？我有听他们讲嘛，听新疆维吾尔族的朋友讲，一个美女啊，她跟我讲的嘛，他们的父母就说，你如果嫁给汉人哦，我们的从上几代人哦都会入地狱啊！这种话你要听，你会吓死哦。他跟他女儿讲哦，那个什么穆斯林跟他就是那个维吾尔族人跟他女儿讲啊，你要是嫁给汉人哈，我们祖先从现在开始往上几代啊都会下地狱。我靠，这个文化恐怖，这文化非常恐怖，所以他们的文化坚不可摧，所以一定是什么？所以台湾没有引进了哈，要不然的话，其实这个是蛮危险的一件事。英国现在就开始乱了嘛，哈。所以说我说欧洲因为什么？欧洲因为当年科技太发达，领导世界那么多年之后，他忘了要成长，他忘了说，哎呀，其实人是要拼搏的。所有人都过得很悠闲，对啊，是很悠闲。我们好羡慕哦，你们北欧人生活福利这么好，每个人都很悠闲啊，悠闲到最后你们就只有继续悠闲了嘛。因为亚洲人在24小时在夜鹰部队，你在细休息轮流3班制轮流在研发在生产嘛。然后呢，我们超越他们很正常，因为我们天天在旅游啊。全世界最聪明、智商平均最高的是哪里人？你们一定不知道。全世界总平均智商平均最高是台湾 106.5。台湾人的竞争力这么强，是因为台湾人的智商平均 106.5， 很多国家都在80以下，你知道，很多国家智商平均在80以下，台湾平均
106.5哦。所以台湾人是真的是聪明，所以天选之地哦。所以我一直讲说，所以我一直觉得台湾是个很好的地方嘛。我们反共回来反共就是我不要这块土地被中国占领去嘛。所以我们用了几年来做这些事情，结果我居然没想到打我的是什么？他们是好像是自己人一样。不过那个无所谓了哈，那个无所谓，反正弄清楚就好了，弄清楚就好，好不好？苏纳克，你这讲印度现任不是吗？不是苏纳克吗？我不知道，因为我看过这个，我很少去管英国的事情嘛，是就是了，不是也没关系，不是我道歉了，是就是了哈，是你也不用道歉了，就是这样。我们只是把这个英国拿来做比喻嘛，然后呢，台湾要谨慎，不要跟着掉入这个陷阱。人家怕的是中东移民的穆斯林，我们怕的是中国移民，好吗？我就问你啦，中国移民到台湾来，他们那个本质啊都在，到在你什么地铁给你闹了，到什么工厂给你闹了哦。现在，所以一定要守住我与其要那么什么引进人才啊，我不如去引进东南亚。我还认同东南亚，因为我常讲哦，穷国也有天才，穷国的天才哦，前任了是吧？是啊，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换了，因为我不会注意了。对了，因为苏纳克是印度裔的，反正我知道这件事，只不过我不知道他卸任了，我因为没有去注意那么多了。好，我来讲一下。对了，所以说刚刚这个朋友讲说，习近平如果打台湾，川普就会让他先走，因为我跟你讲，我们看两岸跟台美中三国的情景，你还是要用什么很简单的道理嘛，用低性原理来看就好。什么叫低性原理？它实际的东西嘛，你不要去看它表象，那表象都演出来的。川普超级会演戏嘛，习近平一直逼他，你到底会不会出兵？我打台湾会不会出？我就不知道，我就是不说啊，对吧？为什么不说？我怎么说？我当然会出兵啊，但是我说着我还想从你这边拿利益耶。我还要你继续卖那个最便宜的日常用品给我美国，让我的通货膨胀降低耶。你就是我唯一什么？我为了降通膨，唯一需要的就是你，其他的就你没有价值。所以这些东西你本质把它看清楚嘛。我已经讲过了，台湾是可以什么掐住美国的喉咙的，记不记？当然，因为这些东西都是场面话，所以没有人当一回事。所以第一，台湾股市没跌，台湾人民也没有恐慌，政府也没有动作。啊，如果有的话，我真的就派一个人去跟川普谈啊。啊，你也过来哈，你如果再这样，我明天就把所有晶片都卖到中国去。如果台积电、台湾的科技是帮助中国的话，我想你美国扛得住吗？当然我们不会这样做，我只是告诉你，你真的对台湾不能再用现在这一套啦，是吧？你要让台湾人安心啦，你要保护台湾啦，台湾可以做最好的供应链嘛。台积电碳50%啦，毛利50%啦，黄仁勋毛利80%啦，也就是说做到要死灭哇，碳上最是美国人嘛。你美国就是一直在赚这种钱嘛，否则你为什么全世界跟你做生意都是逆差，全世界人都贪你美国钱，你美国为什么这么多年来你没倒，对吧？我们以前常讲啊，做100个货柜的鞋子可能换不到一台飞机啊，美国就是一种鞋干这款代志啊。但这个事情要谁来支持你？要我台湾的晶片来支持你嘛？否则你赚了那么高的利润，你赚不到那么高的利润，你怎么付你的什么那么庞大的国债？你怎么维持对世界各国的贸易顺差、贸易逆差？你怎么领导全世界？领导全世界很简单，就是我闻到的钱全世界来谈嘛。我家的钱，你们所有人都可以赚我的钱，所以你们就得给我听我的话。我一说不行哦，我的东西哦，你们在
在卖东西给我，赚我家的钱了，我要给你抽关税哦，一个一个跪在那里啊，天皇啊，不要交我关税哦，我们全国会垮掉的，就是这个道理嘛。你习近平做不到，是因为你没有内需市场，你的内需市场被你打死了嘛，中国经济被你习近平打死了，因为他笨嘛，他只想统治一群渔民嘛，统治一群像北朝鲜一样的那什么，那底层的贱民嘛，他没有想要把这个国家带好嘛，是不是？否则的话，其实他应该创造中国14亿人的内需市场。让中国的收入增加，然后内需市场大的话，那个时候全世界就不是听美国了，全世界要中国来赚中国的钱了。但是我懂，我们在讲天降英才把中国打趴了，那个其实不是川普了，是习近平，是不是啊？按你有理不？这样讲很有道理吧？哈。这位是 Crystal 70块短，谢谢了哈。斯凯尔是现任英国首相，我真的不知道，我只知道他以前前任是印度人，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换了，因为英国真的越来越没有存在感了，你敢不敢？其实马克宏啊，是因为他当太久了，现在连德国总理我也说不出名字来了。马克宏是当太久，我还是先说出来，因为这些国家越来越不重要，你如果没有当个几年之后，你的名字都不会被人家记得好不好？是不是？欧洲的没落啊，非常可怕。跟你台湾不要走那一条路，千万不要走那一条路。那条路首先会什么？挡住中国移民嘛。所以今天有朋友给我打电话说，你节目中一定要讲啦，那个什么中配那个六改四那个一定要挡哦。我说后来你把我们党选上去哈，把我们党选上去，我们有不分区的话，有立法委员的话。我们一定挡了，我跟你讲，哪怕我们只有3-5位立法委员，我都可以学以前朱高正一样，我就可以瘫痪你如果给我过这种法案，我就给你瘫痪。冤家相拍我1立委，我真正我不骗，我虽然年纪大了，但是不要说相拍了，我挡在那边大概一夫当关万夫莫敌了。我今天还有一个人在车上他笑我说，我就是你国中隔壁班那个啦，我天天把你霸凌，然后把你叫到哪里去欺负你那个啦。我想说，怎么会有人这样讲？然后我跟他回说，你知道我是谁吗？我是篮球校队的队长哎，他妈我不打人就不错了，我不霸凌人就不错，还有谁敢霸凌过我？你不知道我们篮球校队最喜欢去打架，搞不清楚，你不要乱讲话好吧？我这辈子就没有被霸凌过，我跟你讲，我这世上被霸凌过。我最大克制自己是什么呢？我要克制自己，永远要克制，不要去欺负人。我没有怕人家欺负我过，好不好？一人敢死，万人不敢当，你有没有听过啊？前面是黑社会，你是条命，我嘛是条命，我想要来惊你，我为什么要怕你？我就觉得很奇怪，大家都一条命啊，我为什么要怕你？哦，就是这样简单啦，说，所以说我昨天在我们群里讲一句话，我说我有一个不知道算优点还是缺点，但是我应该说我有一个特点，可能一般人3辈子都学不会了。大家讲，哎呦，你这么狂妄，主席你在狂妄的，我不是狂妄，因为我骨子里真的不怕死，不知道为什么，人家用死来恐吓我，一点都不怕。我不知道，我就觉得，我常常讲，我今天睡着，明天不醒就不醒来了，我很高兴啊，我非常满足，因为我活到今天，我根本就没有遗憾了。我现在我没有任何遗憾，所以我每天是开心的过。虽然这2天被脆杖打的稍微有点郁闷呢，但一下就好了。我大英打电话给我安慰讲，啊你是叫我做的，我没啦，有让我做，我睡一觉醒来就好了。对啊，你看我讲话还是开心心，我这种开心是别人抢不走的，因为我天不怕地不怕，我敢批评执政党，我敢批评习近平。如果川普做不好，我也是敢批评他。我谁天啊老子我都敢批评。如果你做错，我真的敢批评，好不好？苏纳克早就下台了，为什么没有报道？为什么我们不知道这件事情？我还是以为他是那个人。饿了。中配是3代人以后才有投票权。日本对待北朝鲜的那个什么的移民4代的还不给他投票权，好像第五代才给投票权。
你看人家多警惕。那你说这个是马英九害的，马英九害的没错，我知道马英九害的啊。你民进党执政10年，你为什么没有改回来？所以说了，各位，我讲了有些东西可能是我讲的有一点激动，但是如果你在批评我的时候，你自己去想一想，到底现在的民进党跟以前的国民党差在哪里？所以我说，国民党已经共产党化，民进党已经国民党化，这件事情，我觉得我可以接受所有的反驳。你给我讲一讲差在哪里？当然，威权时代不能讲。我说不，非威权时代，现在民进党的概念的观念跟民进党、国民党当年是一模一样的。对啊，就简单了啊，因为他什么都不要了。昨天有人在跟我有人开始发表什么台湾全体决议嘛，因为最近只有我在谈这个嘛，啊，那他们不是就开始有很多人来反驳了。我讲你嘛免搞反驳这啦，你自己摸着良心，你有没有这样做嘛？对吧？啊，你们现在还有人在追求你们当年的梦想嘛？那既然没有梦想，很简单，既然独立不可能，川普已经跟你讲，你不可能可以独立。我跟你讲啦，独立不是台独不是国民党能挡的了，也不是共产党能挡的，是美国人不让你独立，美国挡住了，因为你是我的嘛。那如果我就派人去跟川普，甚至我亲自去跟川普谈嘛，我直接打电话跟川普谈，你不让我独立，又说我地位未定论，又说我不属于中国，请问那我要属于什么？请你把你的意图讲清楚，我全力配合。如果我们当总统就这样跟美国人讲，对台湾的态度你必须要明确，不要把台湾在这些当筹码，因为我也不是不是全然被动的。等到有一天我觉得有更好的选择的时候，我搞不好选择去跟中国合作。那个时候你美国爱亡国，如果台湾跟中国合作，美国是要亡国的，因为他经济垮了就垮了嘛，对吧？他如果没有办法一直维持美元霸权，你觉得他的债务怎么扛下去啊？但是只要他能够维持美元霸权，他的国债100亿、100兆也无所谓啊。大家这道理啊，大家这个道理你要去看清楚。我真的希望听我的节目的时候你要听懂。我发现足多那些现在那些退订那些人应该都没有听懂我的话，所以他来觉得说啊，你这个人，你说我好像翻红。我怎么翻红了？我想翻红也翻不了啊！我已经把共产党骂成这样了。我那个时候在中国被通缉的，只不过是还没有边控，我在最后1分钟是逃出来，我可能隔1天2天没有逃，我这个边控就来了啊！这样的我这样怎么去翻红？你把我拜托好不好？你看巴呆了。马代因为骂习近平他老婆嘛，他要干人家老婆嘛，所以他在最最鼎盛的时候，共产党让你来直播一次，利用一次就好，因为他不敢再利用你第2次。再利用你第2次，谁敢再带你第2次来讲？我跟你讲，习近平就把你办了。我跟你讲，他说要睡我老婆，开什么玩笑？你还敢让他来？我要讲到第1次让他去的那个官员，搞不好现在已经被抓起来了。我当然没有，我是这样开玩笑，是不是？所以说，挺共也没那么容易了，真的，挺共没有那么容易了。像我们这种已经有在他们讲是有案底的是挺不了共的所以不用再怀疑我什么。你这边骂清帝啊，你挺共，你是北七这样。如果你是这种智商的人，你赶快离开我这里我反而觉得是 OK 的好了，差不多40分了，以后我们时间都要控制短一点了，因为很多人都跟我讲，你的直播实在太长了，看不了那么久，好不好？好了，40分就好了，先到这里为止，感谢各位，谢谢各位的收看谢谢收看。对了，还是要支持沈伯洋，我觉得沈伯洋是台湾台派力量翻转的唯一的机会了。沈伯洋如果真的拿下台北市我认为台湾就开始进入另外一个世代了而我相信沈伯洋的能力，他不会像赖清德这么软了，因为我感觉这个人还是有可以
很多你年轻人身上看到那种，在很多年轻人身上看不到那种坚毅的，而且他那种睿智跟坚毅是很多人没有的，值得支持的哈，值得支持。好，谢谢各位，谢谢各位。